太后以及皇上，一个嫔妃成了食物链顶端玩家中的眼中钉，后果是什么呢？当然是一剂梦魇药送她上西天。第一点，曹贵人背叛旧主，纵观全剧，背叛旧主的人基本没什么好下场。所以当曹贵人与甄嬛暗中签订合同反水华妃时，皇上表面上不仅没有发落曹贵人，而且还听了甄嬛的话，给曹贵人升官，封她为襄嫔。但皇上心中已经厌弃了曹贵人，在皇上看来，华妃所犯下的错事全都少不了曹贵人。虽然皇上清楚告发华妃这件事只有曹贵人做，才能让众人心服口服，但曹贵人告发华妃这件事终究属于卖主求荣，更何况华妃在皇上心中分量不小。儿子与世兰到底是多年的夫妻，总有恩情在，许多事也是儿子对不住他。听听这重点词儿，多年的夫妻。要知道皇后在皇上心中都不算是他的妻子，可见即使年家倒台了，华妃也犯下了种种错事，皇上终究还是会念着多年的情分，挑个好日子把华妃从冷宫中捞出来好好养着。但华妃性子太烈，不可能就这样苟且的活着，因此皇上的怒气无处可发，只好发到曹贵人这个背叛旧主的人身上。就如华妃下线，皇上给华妃谥号的时候，端妃评价皇上一样，活着的时候受用不到，那死后的颜面都是给活人看的。皇上这么做，无非是不想让人非议他的刻薄，给自己一点颜面罢了。一直以来，皇上都不希望别人拆穿他的人设，如今曹贵人背叛华妃，为自己谋了恩宠，皇上就会遭人非议，说他刻薄。往源头上算，把他推到刻薄中的人就是曹贵人，哪怕曹贵人是替他办事，他也容不下曹贵人了。第二点，曹贵人的野心极大。自从曹贵人告发华妃被封为襄嫔之后，曹贵人看到了上头的风景，越发贪婪。在他看来，宫中根本没有姐妹情深，只有利益关系。当初曹贵人为了生存依附在华妃手下，后来曹贵人又为了给温宜公主谋一个好前程，与甄嬛签订条约，反水了华妃。尝到甜头的曹贵人野心越来越大。皇帝的主意很好，不过像这样的人，给他位分是应该的，恩宠还是少些吧。谁知道他睡在枕边，脑中想些什么？可见皇上和太后对曹贵人有所防备，要不是皇上顾念温宜公主，或许不用甄嬛出手，曹贵人就已经领梦魇药了。第三点，曹贵人自己送人头，除掉华妃这只猛虎之后，甄嬛开始设计打掉猛虎上的爪牙曹贵人，所以甄嬛利用温宜公主的前程暗示曹贵人，襄者助也。因此曹贵人静待时机，在华妃对了瓜六之后，曹贵人智商下线，向皇上进言杀了华妃。《甄嬛传》中，甄嬛因小产怨恨皇上，清除华妃。因为甄嬛至始至终都认为剧中皇后打着要陪皇上出宫祈福的借口，皇后嘴上说着女孩子家家的留疤不好看，实际上就是为了让甄嬛不起疑心，多用舒痕胶，所以皇后才安排张太医在安胎药里动手脚。她和皇上出宫了，后宫就归华妃掌管，一向与甄嬛不睦的华妃一定会到处找错。果不其然，皇上皇后一离宫，华妃就发难。婉嫔无够来迟，不无本宫，还不快跪下！于是甄嬛被罚跪流产后，认定是华妃害的。可华妃为了防止出事，华妃还特意一再询问太医有没有事，而太医的答复也是说跪上1个时辰是没事儿的。在第4点，皇后一箭3雕。众所周知，欢宜香和舒痕胶里都有麝香，但这欢宜香的效力有多差劲呢？在剧中，甄嬛小产后，皇上感到十分自责，他以为是欢宜香里的麝香害的甄嬛，可当时太后是这样说的：国事为重，皇帝从来没有错。不过哀家也觉得，这个东西每日所用的分量不重，需要日积月累才能见效，所以平日嫔妃们至翊坤宫，哀家和皇帝从不在意。
可见欢宜香还不至于让甄嬛直接流产，这个药方要长期使用才能够发挥作用。而甄嬛在华妃的宫里时间并不长，所以太后找出的理由是甄嬛身体虚弱，加上曾经又被于婴儿下毒，这才是甄嬛无法经受住欢宜香，导致小产。一切的一切在太后那儿不过就是个意外。婉嫔本就中过毒，或许体弱，难以保胎，所以你就更加无需自责了。如果说不是欢宜香惹的祸，而是舒痕胶，那也意味着舒痕胶渗透甄嬛体内。可甄嬛使用舒痕胶直到疤痕完全消失后，她不仅怀了龙月，还生了双胞胎，说明舒痕胶里的麝香还不足以让甄嬛小产。舒痕胶的作用不过是甄嬛发现之后和安陵容决裂，导致皇后扩充自己的阵营。小主一直疑心安小主的用心，如果以前他还是个暗敌的话，那么他现在就算是个明敌了，我们岂不是更好防范了？小主在明处，那暗处的敌人自然是能少一个就少一个最好了。可见甄嬛小产事件中，皇后一箭三雕，先是把甄嬛腹中的胎儿给叼没了，接着又用不在场证明把华妃给叼进去了，随后又借舒痕胶把安陵容叼到自己阵营。第4点，皇后收尾利落，无人发现。甄嬛小产后，沈眉庄察觉到了不对劲儿，可她失去了恩宠，完全没有办法去查。只可惜甄嬛小产后，张太医就告老还乡了，哪怕皇上一再挽留，也挽留不住，仅仅是医术高超这么简单。再加上张太医为皇后做的这件事，就算是皇后处理干净，也难免不会东窗事发。